很多人可能生下来就觉得自己就是那个性别，但是处于我不太一样。当我有意识开始，我就觉得我自己不应该是个女孩。小时候和男生女生玩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女生是用来爱的，女生是用来喜欢的，并不是我想当一个女生去和女生玩的。我叫 C 先生，我是一个女跨男，36岁了，现在一直生活在北京。我爸经常去出差嘛，我记忆很深的一点是我爸给我带回来当时非常昂贵的一条公主裙，就那小时候的那种沙沙的那种白色的那种，对，蚊帐，对，我摸都没摸一下，我就很嫌弃的，就看都没看，我就丢到了一边。然后我爸妈也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孩子不会穿这种东西呢？就是当时我的表情是很厌恶的。就小时候我就很喜欢和我们院子里面的男生玩水枪、滚铁环、拍贴画，这些东西都是我爱玩的。小时候比较矮小嘛，然后会被院子里的男生欺负的那一种，会拿着水枪追着我打。然后有一次我觉得很开心的是，我爸从海南出差回来，给我带了一把那种加压的水枪，这么大一把，太开心了，你知道吗？我们家住5楼，然后我就可以从楼上去打他们，我觉得那种感觉太爽了。从小我就知道我是喜欢女生的，但是就觉得自己是个怪物，怪胎都可以啦，随便吧。因为那个时候所谓的圈子里面只有拉拉和 gay， 当时的 gay 不欢迎我，他们会觉得你还是个女生，那我就只能找一个属于自己的标签啊，我是喜欢女生的，那我是不是 T 呢？因为我很爷嘛，所以你叫我爷 T， 你叫我体 T 都可以。所以那个时候只能找这个标签来贴自己。高中的时候发现同学里面有这样一个和我类似的人，他也是喜欢女生哦，然后我就去不断的向他靠。我是不是像他这样呢？会不会有第一个好朋友呢？就去想这些东西，所以我们就成了很好的朋友。交流之中我就发现我和他还是有那么多不一样的地方，但是不知道在哪，就是那种感觉很奇怪。他当时是有女朋友的，我就能看出来他和他的女朋友在一起就是女生之间在一起的那种细腻，但是我不一样，我可能对待的方式不同。我说我是想当一个男孩，他说你怎么能有这样的想法？你为什么想去做一个男生呢？就2个女生在一起很好啊。我说不，我还是想当一个男孩。那个时候找女朋友其实还是以一个 T 的身份去找，但是我在找的时候我还是会告诉我的对象我是要做一个男孩的。这是因为没有那个词适合来形容我，因为当时没有合适的去给他解释。我当时有做一些 LGBT 聚会，因为认识的人多了，我才会觉得我和他们好像都不太一样，所以这样的体会就让我觉得我应该不是这个群体。我不想用这个身份来标榜自己，但是又只有那个身份来标签我的时候，知道不一样，但是又不知道为什么不一样的时候，这让我心里面是很难受的。2010年的时候，我在一个活动上，我看到了一个大叔，因为其实活动场景他定的是一个女生场景，奇怪这个大叔为什么能来参加一个女性的活动？他就说，那你说我是一个大叔，你觉得我真的是一个男性吗？然后这个时候又来了一个男跨女，然后我看到他我就更疑惑了，因为他告诉我他是跨拉拉，就是男跨女之后喜欢女生。然后我当时问了一个非常不礼貌的问题，我说你要作为一个男生去喜欢一个女生，那不是更容易吗？你们还可以结婚，为什么你要把自己变成一个女的去喜欢一个女生呢？他说其实性别和性倾向是2回事，性别是你是谁，性倾向是你喜欢谁。我说那我现在身体还是一个女的，我的身份证也还是女的，那我喜欢女生，那我不是同性恋吗？他说那你自己可以回去反复的探索你喜欢谁，还有你为什么长这个样子，这些东西你都可以去想一下。就是他们很明确的告诉我，自我认同就是需要自己去认定自己的，而不是别人去规定你是个 T， 你是个 gay， 你是个拉拉。他是那一场的讲师，就特意来给大家科普跨性别的。所以当时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我犹如打开了我的新世界，我很喜欢这个词。
我仿佛找到了一个比 T 更适合我的词语。其实从小的时候你就在电视上能看到金星啊，但是你看到金星它是一个男变女啊，所以这么多年的意识里面我就只认为说男可以变成女，但是女变男没有啊，你又不知道女可以变成男吗？现在很多人的思维也是这样啊，因为看不到他就说没有这种事情。认识这2位跨性别之后，我仿佛看到了希望。所以当时我用了2年时间去探索自己，开始意识到原来我从小就是要当一个男孩的，我再也不想用一个可男可女、不男不女、或男或女这样的词来形容我。我不希望有人问我你是男的还是女的，我就想以一个男性的身份出现在所有人面前。最早没有办法去知道跨性别嘛，所以我其实最早出柜的时候，我是以同性恋的方式出柜的。只要我放假回到老家，爸妈就会和我吵架，爸妈就觉得你怎么能这么丢脸，就是我们这个大家族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情，从来没有这样的人。有很多年父母就不会和我交流，我也不想回家，即便是生活费爸妈会打给我，但是我觉得我曾经想过自杀，我也自杀过。真的？他手腕有吃药。那后来是被人救过来的，还是说你自己停下来？自己停啊，不是没有勇气死啊，是因为我爸妈真的很宠我。除了那几年爸妈和我有争执之外，我从小到大我要什么爸妈给什么，我不要什么爸妈依旧会给我什么，就包括那个公主裙，就爸妈他们会想把所有最好的东西都给我。我为什么想死，就是因为我觉得我是爸妈的拖累，但是在要死的那一刻我就会想，爸妈对我很好啊，如果我现在这么大了，我如果没了以后爸妈谁来照顾？我就觉得心里面很内疚，很难过，这种难过甚至和我自己内心对于身份的探索这种难过其实是不相上下的，因为我不想父母更难过。所以我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是想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能平衡这种关系，我是不是可以作为一个男性，就是真正意义上的男性去，我也可以结婚呢，我也可以要孩子啊，那父母不就很开心了吗？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要想的除了是自己的未来，还有我们这个家的未来，你又不知道怎么去做。当时在网上在国内是查不到任何有关于跨性别的东西的，所以当时问了那个大叔手术费多少嘛，就很贵啊，那我只能用毕生的精力去找工作挣钱咯，因为在贵州这个地方本来工资就很低嘛，那一个月才1-2千块钱，我要挣到什么时候才能做这个手术啊？自己去帮人家做家政，打扫房间，帮人家洗车，去帮人家做那个车子的维护。我也卖过保险，然后甚至我当时一天下来我可以打3份工，早中晚。你很想完成你梦想的时候，你是体会不到辛苦的。2015年4月份，然后我是4月大概27、28号去找工作，是在一个体检中心，然后我是去应聘那个销售岗位，我是穿着那个西装和打着领带去的，我都穿成那样去了，然后那个 HR 当时给了我一张申请表，说你把这个申请书填一下，每一栏每一项我都填得非常的仔细，然后呢，唯一一项性别那一栏我是没填的，我留了空，我把身份证复印了给了他，附在那个后面，我不想按照身份证上的女性来填，我觉得这不是我想要的，然后但是我又不能填男性，我自己还是有一点法律意识，就是你如果填了一项，到时候公司说你报虚假的情况，公司是可以无条件辞退你，所以我就干脆不填啊，我身份证已经付给你了，你爱怎么认为怎么认为吧。我去的时候我就给他们讲，我说我就是想努力的挣钱，我是很需要钱，我为什么需要钱我也给他们说了，我甚至都给他们看我当时一些比如说演讲的视频啊，一些我做的一些自我的科普啊之类的。当时为什么要给他们讲这些事情呢？就是我很想用一个真实的我去展现在别人面前，我不想别人在背后说，哎，你是不是个同性恋啊，你到底是男还是女，这种讨论
那我觉得能消除别人的一个好奇点的办法，就是我全部抛在你面前，你要问什么，你可以直接来问我，我都很乐意告诉你。出去交朋友或者说找任何工作，我都是希望把我自己完全的展示给别人，所以我会主动告知我的性别认同。我很担心他们理解不了，我都会用金星老师来做比方，我说我和他是相反的，但是我现在还没有办法，没有经济能力去做这个手术，所以我为什么要找你这个工作？我就是想挣钱，我就是想努力的工作。市场部门的人，他们看那些视频，给他们讲这些科普，他们都觉得无所谓啊，而且很佩服我，很勇敢。我和他们关系其实挺好的，他们把我当朋友，而且他们觉得，哎，你是男是女无所谓啊，你工作能力强就行。他们也觉得说，你这么努力的想赚钱，那你肯定这个对于这个工作还是稳定的，你不会轻易的想跳槽。就是放五一假的前一天，然后这个杨老师就说，哎呀，那现在我就带你去录指纹吧，签个合同，正好五一假期回来，你就可以正常的工作领工资了嘛。老师就把我带到 HR 那个地方，就说，哎，这个孩子学得不错，学东西还挺快，然后和我们关系也很好，然后他可以来签合同了。但我没有想到的是，他突然跟我讲，他说你先下去吧，我有话给你这个杨老师说。他就把我支开了，支开之后我就感觉有一点不对，然后我就发了个朋友圈，我说可能我会被辞退了。等了大概半个多小时吧，那个老师回来了，回来之后他就跟我说，他说，哎呀，实在不好意思，他说他说不用你，他觉得你是个同性恋。我说我来的时候就给你们都说了，我是一个跨性别，我是同性恋，而且我是想挣手术费的。他说我们部门当然都知道，但是他觉得你这样的穿着打扮就是同性恋。我们是一个健康的体检中心，如果说我们自己的员工都是同性恋的话，我们没有办法给别人做健康的指导。我说同性恋和跨性别是有区别的。他说，哎，我们都知道，我已经在那儿和他说了很多了，但是没用。我就说，那我能不能和他谈谈？他就说，你去找他吧。其实当时朋友圈下面就有人提醒我说，如果你遭遇了这个事情，你要和这个 HR 主动谈，就要问他为什么开除你，你要拿一个非法辞退的证明嘛。然后我去找那个 HR 的时候，那个 HR 就说，哎呀，我现在很忙，我现在马上开个会，你去那边等我。然后我就在那儿从早上一直等到了下午下班的时间，他就说他在忙。然后下了班的时候，我说，哎，这个人怎么还在忙？然后我就去找他，他走了。然后接下来不就是假期了吗？然后就让我走人了。当时就怪罪自己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当时其实自己非常的沉沦。后来大半年都找不到工作，一方面父母觉得，哎，为什么你找不到工作？然后当时的那一任女朋友，她也会觉得她经济压力很大，因为我没有收入，然后她一个人来支持我们俩的生活，然后她甚至都做6休1，甚至有时候还不休，就为了挣钱。然后她也觉得很累，然后那个时候她就说，你哪怕再去做一些自由的工作啊，我说没有心情做，就是因为我自己也想不通，人生没有希望，就觉得自己就像一个行尸走肉一样。遭遇这个时间是4月份，到12月已经大半年了，都没找到工作。有一个机构的负责人找到我，他还跟我说在深圳有一个律师大会，希望我去讲我的这个分享。我说律师会关我什么事儿？他说有200块钱的分享费。我说行，我去。你看当时就是为了200块钱我都愿意跑一趟。其实当时那场我讲得很烂，我甚至讲下来我都不知道我在讲什么，稀里哗啦讲完20分钟我就离开深圳了。当天下午他们就开始讨论说，这其实就是一个违法事件，因为我是被非法辞退的，我因为这个身份没有获得平等的就业权嘛，所以当时那些律师就说他们可以公益的来帮我。现场有好多人大代表，还有提交反就业歧视法的专家老师，他们问我说他们现在正好在推那个反就业歧视法，我能不能把这个事件打官司？我当时是很反感的，我自认为我没有这么伟大。我说你们要做这个东西关我什么事情？我说我是一个跨性别，我以后做了手术我就隐藏自己身份了，
我不想被别人再扒出来我之前还是那样一个身份。老师讲什么我都 no， 我不管，不和我没有任何关系，因为我自己新闻专业出身的，我知道要这样站出来做这样一个事情，对我的影响是有多大，所以我坚决拒绝的。然后就是这个机构的负责人告诉我，他说：“哎呀 ，C， 你做了这么多年的公益，很多人都有这样的遭受。你想一下，如果一个法案推动了，能保护更多的人，包括说残障，包括说在孕期的妇女，包括说还有其他更边缘的人群，那你想一下，这是不是很有意义？”所以听到这样一句话之后，我觉得我仿佛没有了我本来就是一个多年做公益的人，我觉得已经付出了这么多，为什么不就是要看你一张脸吗？不就是要让你站出来做个事情吗？做。当时记者就报道了这个事情，然后报道出来之后，因为社会大众都不知道跨性别是什么，所以当时评论区其实全是骂我的。就明明我是一个被公司辞退的人，但是评论区全是骂我的，说什么啊你这个变态，你这个人妖之类的，都有骂我的。但是当时没有人懂跨性别，所以我连盟友都没有，没有任何一个人去帮我说话。从那个时候打官司开始，我的父母也告诉我说，你为什么要去打这个官司啊？你要去告一个公司，你简直就是鸡蛋碰石头。那公司哪一天比如说路上给你套个麻袋打你一顿，那都是轻的。然后我当时又找不到工作，然后你还要去打这个官司，然后当时的那一任女朋友还说，你看你工作都找不到，人家遇到这种事情就去努力找工作就行了呀，你现在还去打个官司，你还要对全世界公开你的一个身份，你到时候人家怎么骂你啊？你会不会牵扯到我啊之类的？就然后当时在科普跨性别之后，也有一些跨性别找到我，骂我的也有。跨性别的骂你，为什么？当时其实很大的一个声音来自于跨性别群体，你曝光了我们，你让别人看到了我们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以后我们做了手术，人家就会认出我们来。我的发声，我的出柜，让他们被看见。还是有很多悄悄支持我的人，是因为他们让我必须要坚持下来。我记得有一个事情我印象很清晰，我当时发了一个微博，然后我自己的一个疏忽就是没有把我自己的电话号码打码，然后就公布出去了。接到了一个黑龙江的一个电话，他说我也是一个女跨男，我也有和你一样的遭遇，但是我没有像你这么勇敢能站出来，只有你赢了，我才能看到希望。你必须要赢。就这种东西，一方面给我的是压力，一方面给我的是支持。压力就在于我背负了太多人的希望，如果我输了怎么办？那一段时间我自己的精神状况很不好，又压抑，又必须要坚持，矛盾中并存。然后在我自己精神压抑很难过的时候，其实是那些专家老师和那些律师还有那些机构的负责人，他们在给我不断的关怀和帮助。那我遭受了这些事情，我不会给我爸妈说，所以我爸妈很多情况都不知道的。只有我会向那些专家老师他们吐槽，他们就会安慰我，他们就会做我很好的倾听者。我这个案子不是当庭宣判，是后来法院打电话你说，哎，判决书下来了，你在接到这个电话的时候，其实你不会知道你是赢还是输，所以当时心情很忐忑的。去拿了之后赶紧翻开，然后发现我胜诉了，当时双手颤抖，然后热泪盈眶，我终于胜诉了。当时那个法官特别好，还给我发了一个短信，他说这个案子你赢了，你非常的勇敢，我也希望你能好好的过未来。简单的一句概述，我当时我真的超喜欢这个法官的，我觉得他真的超公平超公正，就感觉像你看我之前人生没有希望了，然后突然一个胜诉的判决让我心里的石头放下了。我的案子是18年2月份结束，12月份的时候法律就改了，
其实算是增加了一个法条，叫平等就业权这样的条款。中国的法律第一次在判决书里面写出来，任何公司不得以歧视性别表达、性别认同、性倾向不一致的人。这也是第一次概述了性别，它是其实可以包含这一些词汇的。因为在之前的法律里面，性别它只是后面加了一个等。这个案子后来其实变成了一个里程碑的事件，它代表了我们中国的法律的先进性。所以后来联合国大会上，消齐公约的专家在大会上用这个案例表扬了中国法律的先进性。在那次大会上，中国的法律是被公开表扬的。我的案子算是我的第二次出柜。爸妈是一个24小时看新闻的人，他们也在新闻上看到了我，但我不知道爸妈他们是不是故意去逃避还是什么。我觉得他们没有去仔细看那些东西，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去区分同性恋和跨性别的区别，然后又不听我讲。找我沟通工作的时候，他们就会去找我爸妈，他们反而会给我爸妈科普，其实他们和同性恋还真不一样。他们的想法可能只是想做一个男性或者女性之类的。爸妈一直认为的是，我是不是在做一些违法犯纪的事情啊？你做这个东西是不是不合适？是不是不好的？他们甚至都会告诉我的爸妈，你孩子做的东西是非常有用的，因为他一直在帮助这个群体。其实给我的感受是，如果说来自一些重要部门的人，他们给我爸妈做这些科普的话，他们其实更能够去相信、理解这样的事情。在他们的帮助之下，我才能真正的直面的和我爸妈去更深层次的交流。我还是要把我所有的想法给爸妈说，但是我们又没有办法去直面沟通，因为我真的很怕吵架，所以我就用了一个我认为合适的办法，我就把我所有从小到大的一个想法，或者说我的所有遭遇写成了一封信，12页的信。比如说亲戚对我的歧视，比如说从小在学校遭受的一些东西，后来还写了一些，比如说我对未来的看法，我自己的未来规划是怎么样的，全部都写进去了。我记得当天爸妈看完那个东西，我爸妈是从来不会打视频，就是微信视频的一个人，不会用手机嘛，然后当天就给我立马拨了一个电话过来，我当时还在厕所没听到电话，回来之后我就以为我爸妈有什么事儿，然后我就回拨过去了，因为我知道爸妈从来没给我打过视频，突然给我打个视频会不会有什么事情？我爸妈就在那个视频条框里面，然后我爸妈就在哭得特别伤心，然后就说你发的东西我们已经看完了。爸妈从来不知道你遭遇过这么痛苦的一些事情，我们也从来不知道你30多年过得这么辛苦。爸妈决定完成你这30多年的梦，哪怕是你说手术医疗费很贵，哪怕是借钱，都要去完成你的梦想。